上周4月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布林肯的这次访华是事隔9个月之后再次对中国进行访问。他的这次访问在国际上还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因为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美国国内的媒体也包括美国政府都出来放风要对中国进行进一步的制裁。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时期耶伦访华嘛，提出来中国产能过剩，但是耶伦访华期间，其实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同时大家都知道，中美两国最近一段时期在贸易在这个国际安全在外交领域内，这冲突基本上是愈演愈烈。所以呢，很多美国人就提出来，包括美国的这个政界就提出来要对中国进一步的制裁。怎么制裁呢？要把中国的一些银行从美元结算体系中间赶出去。这美元结算体系可不得了因为现在的国际贸易50%以上的交易是通过美元结算的。如果你不能通过美元结算的话那你这个国际贸易几乎就没办法进行了。对于一家银行来说，如果你不能参与美元结算的话，那你这家银行基本也就废了。所以布林肯的这次访华，很多人都说，其实布林肯这次访华的目的就是给中国最后通牒，就是看你中国听不听，就是看你中国就范不就范。如果你不就范的话，那别怪美国不客气紧接着下一步的最严厉的制裁就要接踵而至了。所以太平洋上空阴云密布中美两国暗中角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布林肯在4月24号抵达了上海Just arrived here in Shanghai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work on issues that ma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e'll be dealing with areas where we have real differences with China, dealing with them directly, communicating clearly. Face-to-face diplomacy matters. It's important for avoiding miscommunications, misperceptions, and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 look forward to productive meetings here in Shanghai and in Beijing. 话说挺有意思的最近一段时期，你看美国的布林肯也包括耶伦访华他都没有直接去北京，都是选择外地的一站先行进行访问。比如耶伦到了广州，先在广州畅游珠江，吃了吃广东的早茶。而呢，布林肯呢第一站选择了上海，选择的都是中国发达地区的城市在这个地方先开展一些软性外交。布林肯到了上海之后，下榻在和平饭店。您瞧瞧这名字取的和平饭店，这个地点肯定是美方有意选的那就意思我们到中国来是希望来进行一场和平之旅到了上海之后呢，这布林肯呢先是跟那个叫纽约中国一个大学这进行交流，紧接着又会见了一些工商人士。当天晚上呢，就在美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到了上海豫园吃了南翔的小笼包。南翔的小笼包确实挺好吃的吃完小笼包之后呢，布林肯呢就以这个外滩为背景拍了一段这个 TikTok， 就讲述他来这次中国的目的他讲了这两个国家虽然有分歧，但是要见面接触，面对面的外交这个不可替代然后呢，他就讲了这个要减少误判减少双方擦枪走火的机会两个国家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要面对应该说姿态放的还是比较低而且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也挺亲民的这种方式4月26号这布林肯北上北京见到了习近平，也见到了王毅，还见到了公安部长的王小洪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你看双方握手，很多国际媒体都注意到了，一共就握了1-2秒钟。这记者呢？两边的记者会。主席来了。Mr. President。可见双方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好感然后呢，习近平面对布林肯的时候的讲话，我个人觉得意味深长。我们各自说过，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各自发展。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方面
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第一颗扣好了，中美关系才会真正往下好起来，向前走。国务卿先生这次来访，是我同拜登总统几周前通话时定下来的，希望你不虚此行，请转达我对拜登总统的问候。习近平对布林肯的讲话主要有2点，第一点还是过去他反复强调的，这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2个国家共同发展。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啊，就是说啊，过去你美国认为这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就是你们美国嘛，其他都是小弟嘛。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这世界上有2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你们得承认，过去这世界上只有1只老虎，但是现在这座山上有2只老虎了。这2只老虎啊，咱也别打架，互相划分势力范围，共同发展嘛，对吧？你管一块，我管一块，这就知道一山能容2虎，这是习近平所讲的这话的意思啊。这是第一点，你看起来非常软，其实非常硬。就看起来就是说，你看这世界这么大，容得下咱们发展吗？其实那意思就是说，你美国过去啊，一个国家说了算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你们要接受这个现实，你不要无视这个现实。第二点，他说祝愿你这次中国之行啊，不虚此行。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具体的问题啊，你就不要跟我谈了，你级别不够，是吧？你跟王毅同志、王小红同志，你们去具体去谈吧，是吧？我为中美双方的外交关系指明方向就行了，具体问题你们去跟下面的人谈。于是乎呢，26号的上午啊，布林肯跟王毅啊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会晤。这个会晤呢，是这次布林肯访华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次会晤，因为王毅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国务委员，也是政治局委员嘛，然后呢，布林肯呢是美国的国务卿，是美国的内阁里头最重要的，跟中国的王毅啊是对等的啊。他们的这次这个会晤啊，王毅一开始开篇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段讲话啊也非常值得分析。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这个趋势，两国各领域对话增多，合作增多，积极面。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仍在上升之中，面临着各种挑战。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遭到威胁，中方的核心利益不断受到挑战。中方的要求一直贯彻，始终主张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中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打压中国的发展，不要再涉及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踩踏对方的红线。这段讲话事后啊，美国大使馆在公布文字稿的时候啊，连写了7个听不清，就是听不清。说王毅说话声音太小，我还不知道啊，反正是没听清，就在括号直接写了听不清，可见双方互相是缺乏好感。按说你听不清，对不对？这么重要的外交场合，你把那文字稿拿过来对一下也行啊，或者说拿着语音录音稿再重新对一下也行啊。总而言之，说听不清就表达了对这个对方讲话过程中间的某种轻视，这一点我们还是看得出来的啊。那王毅，我为什么说这段讲话非常重要呢？这段讲话王毅讲了3个不要，哪3个不要呢？第一，就是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不要打压中国的发展；第三，在涉及到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上，不要触碰中国的红线。3个不要啊！这3个不要，在我看来，就是中国重新为中美关系画了红线。大家都知道啊，过去中国和中美关系啊的过程中间有没有红线呢？有，但这个红线基本就一条，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不能搞独立，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的代表啊！你美国不能跟台湾有官方关系，你也不能支持台独，这是中国的红线。这条红线从中美建交时候开始就划定了，这也是中美建交的基础。所以中美的上海公报啊讲的都是这个啊，就是哪怕中国在文革时期
当时那么弱的情况下，也是坚持这条红线啊。但是情况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就这次王毅跟布林肯的这个谈判过程中间，中国的红线变了，什么意思？红线由1条变成了3条，涉及到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不要踩踏中国的红线。主权我们可以理解还是台湾问题，但安全那就不一定了，扩大了。什么叫安全呢？你比如说中国在南海是建岛礁，美国一直指责说中国在南海建了3个珍珠港，是吧？中国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涉及到中国安全的这个问题，你不要管我，这是安全方面。第3个方面，发展利益。发展利益是什么？那不就是经济吗？这第2个方面不是讲了不要打压中国发展吗？你不是说我们中国产能过剩吗？那不是产能过剩，咱们要在经济上进行自由竞争。你要说我们中国产能过剩，你要对中国加征关税，这就叫打压中国发展，这就叫涉及到中国发展利益上，触碰中国的发展红线。前2条虽然说不是红线，但说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不要打压中国发展，也是一个隐性的红线。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一次王毅跟布林肯的会谈过程中，中国的红线变了，扩张了，由过去的1条变成了3条，由过去只涉及到台湾问题的主权问题，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经济、外交和主权3个层次的问题。这可不得了啊！这是中国跟美国画红线过程中间，在我看来第一次明确的扩张。所以啊，你别看习近平表面上看着面对布林肯的时候说的那么温和，但其实中国现在是在赤裸裸的跟美国外交过程中间的进行红线扩张。布林肯呢，在跟王毅谈判的过程中也提出来了美国的红线啊。美国的红线这次呢，主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涉及到俄罗斯的，因为美国发现呢，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跟乌克兰打仗啊，越打越厉害。俄乌战争的前线，现在乌克兰方面的战场形势在不断的恶化啊，有些城市啊都相继沦陷呢。这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毕竟小嘛，俄罗斯大嘛，你要打持久战的过程中，对这个小国来讲就肯定是不利。其次呢，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援呢也没有及时跟上，只是给一些武器啊、装备啊，也没有更多的支援了嘛。但是俄罗斯啊，这个现在好像在战场上呢源源不断的开始补充兵力啊、武器啊，所以战场形势开始朝俄罗斯方面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变化了。美国于是就找原因，说这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援。 China is the top supplier of machine tools, microelectronics, nitrocellulose, which is critical to making munitions and rocket propellants, and other dual-use items that Moscow is using to ramp up it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that is churning out rockets, drones, tanks, and other weapons that President Putin is using to invade a sovereign country, to demolish its power grid and othe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o kill innocent children, women, and men. Russia would struggle to sustain its assault on Ukraine without China's support. 说俄罗斯现在精密机械加工的仪器啊，70%是从中国进口的，还有芯片的90%是从中国进口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都是制裁的嘛，但中国不制裁俄罗斯啊。虽然中国没有给俄罗斯直接送武器啊，它送的都是芯片呢，都是精密加工仪器啊。但是这些芯片和精密加工仪器可以帮助俄罗斯源源不断的生产坦克、飞机、大炮、导弹，所以俄罗斯才打赢了俄乌战争。现在这种局面啊，所以布林肯就要求中国不能卖这些东西了。你现在再卖这些东西的话，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美国就会采取措施。这是布林肯呢在中国画的一条红线，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其次呢，就是南海啊，他们认为南海问题，中国现在在那种建了3个珍珠港，是吧？这个事关国际航道的安全，也要求中国要停止，尤其是菲律宾。大家都知道，这次美国访问中国之前啊，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在菲律宾部署了中程导弹呢。这中程导弹对付谁的？那肯定是对付中国在南海驻军的，也是对付中国在沿海一带的军事部署的嘛。所以这是2条红线啊，就是涉及到这个俄罗斯的和南海的啊。其他的方面呢，其实说白了都是一些小的争议啊。这中间小的争议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过去的一个老话题——芬太尼。
One of those is fentanyl, synthetic opioids, the leading killer of Americans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49. President Biden, President Xi, when they met in San Francisco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agreed to cooperate to help prevent fentanyl and the ingredients that make it from get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be working on that. 这芬太尼呢，大家都知道啊，是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毒品。它过去是一个麻醉剂，但是呢，你吃完之后呢，也有致幻的效应。所以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很多人呢，就用这个芬太尼啊，每年导致10几万人因为注射过量的芬太尼而死亡。这芬太尼过去呢，主要是中国生产的，后来呢，中国啊这也管了。这芬太尼啊，管了之后呢，现在有一些国际贩毒集团呢，就在中国啊，这个化工原料企业生产的芬太尼的前体运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再生产加工最后一步，生产完之后呢，再运到美国去，这样不就规避了这样的一个芬太尼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吗？所以布林肯访华之后就要求中国你要得加强管，对这些化工企业首先得制裁，其次你得那个现在很多那个企业都通过加密货币进行交易，那你也得管呢。还有一些信息管控啊，所以呢，他跟中国的公安部长王小红啊谈判了几个小时，谈的主要是芬太尼的问题。那么关于这次布林肯的访华啊，最重要的成果，事后美国大使馆呢也公布了，说中美双方在芬太尼毒品这个领域内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因为芬太尼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是可以配合美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中美双方同意啊。恢复军事交流机制，那么这里头其实还达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在核武器和无人机的这个领域这个不能交给 AI 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特别可怕啊，这个它在战场、在战术层面的这个指挥方面呢，这个水平已经高于人类了。但是为什么不能在核武器和 AI 在这个无人机方面交给 AI 呢？因为 AI 只有战术目标嘛，没有战略目标嘛。但是核武器这个核按钮一旦启动的话，那第二个对方肯定是进行报复啊，那么肯定爆发全面核战争。这个核按钮必须由人来做决策，不能交给 AI 做决策。第二个就是无人机，无人机也是一样啊。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如果你要是交给 AI 的话 ，AI 可能基于战术目标直接就干过去了，那就误判和擦枪走火，这就极大的有可能导致两个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所以双方在这一点达成了共识，就是在 AI 和核武器方面呢，就是不能交给 AI， 就是由人类掌握最后的控制权。这也是两个这个大国之间为了避免擦枪走火达成的一个共识啊。其他方面呢，就都是比较小的了啊。所以其实布林肯这次访华呢，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啊，也不能说你光吃了小笼包，在北京买了一个窦唯的唱片就回国了啊。那么怎么看啊？这次布林肯访华啊，我觉得这么几个方面内容。第一，网上很多人都说布林肯这次访华，中方在礼节上对他进行怠慢，为什么呢？你看啊，布林肯4月24号到上海，谁去接机的？上海外事办主任孔福安。然后到了北京呢，这习近平接见布林肯是吧？习近平坐在中间，布林肯坐在旁边，给人感觉是下级向上级汇报，根本没有平等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布林肯离开中国的时候都没有送机啊，就是驻华大使啊，就到机场去送行的。那你想想，这是缺乏最起码的礼仪啊，对布林肯进行怠慢轻视。那就在布林肯访问中国的时候，那瑙鲁那总统到中国访问，那瑙鲁太平洋的一个小国家，1.3万人口，那习近平还在人民大会堂那个地方搞那个仪仗队让他接见呢。那布林肯到中国去，连红地毯都没有。说这是表现了中国的无礼，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说的不是特别准确。为什么呢？他们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外交礼宾的规则啊。中国外交礼宾的规则啊，不分国家大小，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等原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个国家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呢就怎么对待你，小本本都记着的。为什么布林肯访华的时候没有红地毯呢？那是因为中国的王毅到美国访问的时候没有红地毯。为什么只有美大司的司长去送行呢？那是因为王毅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你们也没有找一个特别重要的官员到机场去接，就是这样。中国的小本本记得可全了。那为什么耶伦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财政部的副部长就到广东去接机呢？那是因为刘鹤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给刘鹤的礼遇要稍高一点。那为什么布林肯见习近平的时候那个座次这么摆呢？那是因为刘鹤到你们美国访问的时候啊，川普接见他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座次，所以这就叫对等。中国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实中国这礼宾呢，这种对等也很僵化啊。但是这种僵化吧，它怎么说呢？它是它的原则，你不能说它是对美国的怠慢。相反，如果中美关系和缓了，如果中国的官员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受到了较高的礼遇，反过来中国也会对美国的官员访问中国采取较高的礼遇啊。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推特上很多反贼的分析啊太浅薄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布林肯这次访华之前，美国不是很多人说要对中国要采取进一步的制裁吗？要把中国的有些银行踢出这个美元结算体系吗？但是布林肯结束访华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整个制裁啊，雷声大雨点小。首先是耶伦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美元结算体系的事儿啊，我们还在研究，还在跟中国沟通，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采取这个措施。这个呢，就跟前一段时期那个调门降低了。为什么？说实在的，这个措施啊，要采取的时候，也是杀敌1000，自损800啊。中国手上那么多美元呢，如果中国要是抛售美元的美元债，对美国来说，其实也是这个相当大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啊，这个其实美国对这个方式的采取啊，也是慎之又重。应该说，在经济领域内啊，中美之间现在的互相制裁啊，基本上效果都已经不太好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你制裁对方的同时，你自己也会受伤嘛。中美两国这互相基本上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呀，而且贸易规模极其巨大呀。那如果要是你把中国的这个银行踢出美元贸易结算体系，那你中美之间的贸易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这一条措施啊，不是不能用，但用起来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也挺疼的啊。然后布林肯说的那些制裁方式呢，布林肯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了，要对那些给俄罗斯卖的那些企业啊，要进行制裁。这个我觉得有可能，但毕竟这个企业呢量很少，就中国的一些芯片企业给俄罗斯卖啊，也包括中国的一些那些精密机械加工的仪器啊给俄罗斯卖啊，那美国有可能会制裁，是吧？但这个制裁对中国没有伤筋动骨。这第二点啊，就总体来讲，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啊，这个雷声大雨点小。第三个方面，在我说呢，就是中美关系啊，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双方互画红线的这个一个阶段，就中国画一条红线，美国画一条红线，然后呢，双方都说你不能越线啊，你要越线，你看着，你等着，我收拾你啊，你不要以为我说话不算数啊，双方都是这样虚张声势啊。但实际上谁都不会轻易的在这个方面中发生直接的冲突，这就是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因为中美一旦要是发生直接冲突的话啊，双方可能都承担不起这样的代价，所以中美之间有再大的分歧，有再大的冲突，可能都不会演化为直接的冲突。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注意到没有？就现在中美双方之间的攻守之间呢，关系发生了悄悄的变化。倒退20年、30年，都是美国在攻，中国在守。也就是说，中国在为美国提要求。大家还记得加入 WTO 之前吗？中国每年都要求啊，美国延续中国在美国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中国有求于美国，你一定要给我这个待遇啊！你不能给我这个待遇的话，那中国的出口美国的商品不就受到很大影响了吗？对吧？就中国有求于美国，对美国有要求。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2年中美之间的冲突啊，是反过来美国要求中国，要求什么呢？说你产能过剩了，你别在我美国卖啊，对吧？你这个汽车这么便宜，你卖到我们美国，那我们美国怎么受得了呢？这是美国给中国提要求。再一个，你中国给俄罗斯卖这个零件，那把俄罗斯武装起来了，那我们就打不过俄罗斯了，那不行啊。都是美国在给中国提要求。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国际关系上啊，一个国家给另外一个国家提要求的时候，说白了你就处于守势，而这个被
被提要求的国家就处于攻势。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中美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10几年、20年，这个综合国力发生的一些此消彼长变化过程中导致的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呢，过去由于美国是一强独大，这世界上就是美国说了算。但是随着中国的成长，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一山的二虎。所以中美关系现在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态，互相划势力范围，互相划红线。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惹我，我也不惹你，这就是中美关系在未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一个基本格局吧。但这个格局啊，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呀？很可能是台湾。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画的这些红线嘛。如果中国只有一条红线，就是台湾的时候啊，那么台湾这条红线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中国的红线如果画的很多，变成了红线之一，其实啊，台湾这条红线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啊，这可能是我们这一次耶伦访华过程中间透露出来最重要的含义和信息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Arrived here in Shanghai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work on issues that ma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Mr. President. 对方要对世界、对政府，不要往那地方靠去，不要在世界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历史上建立。China is the top supplier of machine tools, microelectronics, nitrocellulose, which is critical to making munitions, and rocket propellants. Russia would struggle to sustain its assault on Ukraine without China's support. 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在京会见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李强表示，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It's like food.